大家好，布件设施的好处，除了可以立竿见影，日后整理起来越来越轻松，也是很大的目的。这去年修整过的瓦片菜床，盖上网子，简单支撑后，就可以当防虫网使用了。目前已经正式要开始种植十字花科类，在等到第一次的有感降温，播种育苗好青花笋之后，就可以开始调整种植空间了。青花笋是 CP 值极高，深受喜爱之外，可以反复采收的特性，非常适合家庭种植。这里预计要种植2排青花笋，今年将种植的位置会往内靠，在中间挖出一个凹槽，2排靠瓦片的侧边都还会留一条沟，方便蔓延。另外往内靠可以避免生长空间受到一旁的瓦片压迫。而现在先铺设在沟槽里的是酵素残渣，这主要的成分是甘蔗啊。影片后段有甘蔗替代糖蜜的方法。在此先说明，本部影片只是前置作业与种植安排，家庭种植平时的作业拍摄方式。因为作物生长需要时间，要完整记录，通常得需要分段拍摄。目前只是刚在别处撒了种子。天气虽然有感降温，但这是东北季风的关系呀。季风过了之后，气温可能又会快速回温，就慢慢来就好。而这酵素渣的另一主要成分则是咖啡渣，因为需要再使用到桶子做酵素啊。酵素取出后，酵素渣则用来做最后的利用。观看种植影片的观众感觉算是比较有耐心啦，听到这样说呢，应该有感觉要开始离题了。这个桶子的历史已经有40几年。民国69年时呢，地方想开始推广环保卫生啊，桶子上还印着卫生事业发展计划。当年每户都可以分到一个这样的桶子，计划很理想，但是在乡下因为物资匮乏，这些垃圾桶几乎都变成了特殊用途啊。有的人拿去装干料，甚至是变成装白米的桶子啊。同样美意的政策呢，在不同地方却有很大的差别。这若是在城市里，成功的机会应该很大。这也是桶子可以保存这么久的原因啊。开启盛水马达，取进灌溉河道的水，先进行稀释发酵桶内的少量酵素与咖啡渣。这在没有作物的菜地内呢，不会有肥伤的问题啊。现在这样做也可以算是帮土壤打底肥，因为一开始浓度比较高，就直接浇在沟槽里啊。另外，在种植的过程中，用来帮助生长使用的是酵素啊。中间挖沟的目的，方便使用易肥进行蔓延。现在先利用这些残渣酵素来唤醒土壤的活性之外，也要顺道要一起唤醒土壤里的蚯蚓啊，让蚯蚓往高处爬，帮菜床做种植前的最后加工。所以等一下会将整个沟槽湿度拉高。一旁是青葱与韭菜混合种植区啊。青葱所需要的培土就由外侧韭菜提供所需要的土壤，利用地势的高低来调控土壤的湿度啊。先见者有份，让附近的作物都先雨露均沾一下哈，后续会再做一次浇水稀释的动作。而一旁比较特别，看是在种植花生壳啊。这下方已经做好蒜头播种，因为有好几袋花生壳，就试试看取代稻梗的效果。不过花生壳中有夹杂少数的花生啊，
天气这么热呢，很可能花生还比蒜头早长出来。一起生长的话，就真像蒜头后期会寄养花生的情况了。至于清出的筒子，则要继续做酵素啊。这些甘蔗因为长得太密集，顺道做一次清理。甘蔗则是种植在红砖墙后，这要很忠实的观众才见过了。因为第四滴就直接采用放养的方式，需要材料才会去砍个几根，很少会再介绍到。制作甘蔗酵素前，先将甘蔗砍成一段一段，长短则可以依据筒子大小。早期一开始做的时候，为了提高发酵的效率，切得很小段，后来觉得太费力而且甘蔗皮太硬为了提高发酵的效率，才改成用铁锤敲直接敲在节点的位置，甘蔗可以很快裂开，这样发酵过程接触面可以更大。没有甘蔗又想要自制酵素的话，可以使用糖蜜若是要更省事的话，台糖也有甘蔗渣做成的有机肥料。台糖卖发酵过的蔗渣肥料，有个有趣现象台湾制糖的糖厂虽然已经很少但是很多都有在贩卖甘蔗渣肥料。台南新营糖厂虽然不制糖却有甘蔗渣肥料。虎尾糖厂虽然有制糖，却反而没卖甘蔗渣肥料。不知是否分工很细制糖归制糖，堆肥归堆肥甘蔗渣肥料可以用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在改善土壤湿黏的状况，效果算是很不错了。采用现场制取的方式可以便宜非常多。这先直接加水，只要几天的时间，一翻开盖子就有很香的甘蔗味，就像变成一大桶的甘蔗汁开始出现发酵菌丝后，就可当成很好的发酵底液再直接添加其他果菜类等材料进去，或是把它当作糖蜜补充使用也可以接着来看已经试种的十字花科类作物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这几棵是先行者十字花科类作物幼苗长得非常像依据观察与推测这几棵应该是结头菜，有点忘记了。内部虽然杂草不少，不过不难清除就先当作是自然农法共存的种法。一旁则是奶油白菜，因为都没人说要吃或要拔，也是窝在菜床内的杂草堆中而网子下方则是育苗区关于利用种子自行育苗的方法，育苗时要保持土壤的湿度，要避免过于潮湿，可以在地势高的位置育苗。这可以避免为了保湿而将种子泡烂现在共用防虫网进行育苗，内部有青花笋、高丽菜、黄地豆与芋头、冬瓜同时育苗，而一旁这芦笋本来已经要休养了，不知是否台风的原因，一小把绿芦笋就要近100元所以就简单整理一下，继续上工。谢谢收看。